哎呦，好啊，好啊，哈哈哈，布置的好啊，朕很满意。锦儿、锦王妃，你们此次的筹划，朕喜欢。云儿也有参与的。哦，对对对，还有云儿。锦儿，还有没有什么惊喜要给朕的？回父王，王妃这次的主题是与民同乐，天下归心。与民同乐，难不成还要大赏天下？这百姓是归心了，国君的国库该哭了。并非要大赏天下，而是将百姓中的佼佼者一同邀入宫内，给父王祝贺。还要一起？哎，说得好，就按照你说的去做啊！你捅我干啥？哎，去那边看看。娘娘哎呀，一切都这次寿已经准备好了。诞的布置做得好。好了，朕也有些疲乏了，先回宫了。你们也辛苦了半天，早点回去休息。什么？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？虽说景王妃是一国公主，但我不相信她会做出如此谋逆之事。哎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没什么，臣妾觉得一定是宫人们误会了。既然是误会，那就散了吧，一惊一乍的。哎，臣妾觉得事关景王妃，还是查清楚为好。奴婢罪该万死，奴婢罪该万死！怎么回事？回禀国君，刚刚属下巡逻，看到这个小内侍在这里鬼鬼祟祟埋东西，属下喊他，他转身就跑，故而将他抓起来。属下在这个树底下挖出了这个盒子，盒子里的东西姿势体大，属下询问之后才知道，这内侍是奉景王妃的命令行事，于是只得派人报了上去。这里面装的是什么？好大的胆子！竟然在宫中实行压箱之术！父王，此事与景王妃绝无关系。父王您先息怒，二弟你也别急着求情。能否容儿臣问这些人一些问题？问，给朕好好问。你发现这个内侍在埋东西的时候，为什么不先禀报父王，反而是禀报贵妃的贴身侍女？当时他刚巧路过，所以还真是巧啊。这个小木人，你说是王妃让你埋的？是。那这木人是你亲手做的，还是王妃亲手做的？是王妃亲手做的，她将盒子给我，奴婢不敢打开。不敢打开，也就是说你在埋这东西之前，你根本不知道这里面装的是什么。是啊，我不知道。奴婢要是知道，奴婢打死也不能埋啊！既然你不知道这里面装的是什么，那这个侍卫追你的时候，为什么你要跑？我害怕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车来。我们景王府一共46个内侍，为什么我从来没有见过你？回王爷，奴婢一直在内务府当差。之前王妃去内务府领赏的时候，曾经见过小的。他还赏了奴婢一块翡翠玉盘。之后，王妃负责办寿诞，这是第2次见面。他给了奴婢100钱，让奴婢将那个盒子埋在下面。有理有据，有时间有地点。王妃，你怎么说？他胡说，我根本就没有见过他。王妃，奴婢为您做的那是掉脑袋的事儿。王妃，你要救奴婢啊！我根本就没有见过你。王妃口口声声说没有见过此人，那为什么这个奴婢身上有你赏的玉盘？内务府的账目上有一应奖品的所有记录账目，你想抵赖，不可能。贵妃确定这玉牌是父王赐给王妃的？当然确定。
父王赐给王妃的东西，大概有5车之多。贵妃的记性那么好，连一个小小的玉牌都记得。本宫打理后宫，内务府所有出入都记得。那贵妃是否记得父王赐给王妃的7彩琉璃盏？记得。可是父王根本没有给王妃一盏7彩琉璃盏，看来贵妃娘娘的记忆也不是十分准确。记性再好，也有记差的时候。再说那个什么7彩琉璃盏，跟今日之事有什么关系啊？这牧人身上的锦缎明明就是西邻国特供的，王妃对此有什么可解释的？王妃不需要解释，听本王说就好。这锦缎虽然是西邻国所有，但我们景王府没有。然而嫁祸之人想要将一切的脏水往王妃身上泼，所以才用了这种锦缎。然而父王却没有将这种锦缎赐给我们景王府。如果我记得没有错的话，好像是赐给了后宫。诚如贵妃娘娘所言，内务府一切进出事务均登记在册。这批锦缎归谁所有，一查便知。哎，母妃，我记得您跟我说过，内宫中进了贼寇，快去看看，这锦缎是不是也在那赃物之中？是，我前段时间是丢了一批锦缎，我记性差，竟然忘记了。贵妃娘娘的心可变得真快，一会儿心细，一会儿心粗的。大胆奴才，刚刚冤枉王妃，你又来冤枉本宫，来人，给我拿下！奴该死，奴不该冤枉贵妃，奴该死！站住！奴该死，奴该死！父王，刚才发生的这一切您都看到了。这个侍卫和那个春来话语之间漏洞百出。贵妃娘娘请您过来是要来细审的，如今已经证实了王妃是清白的，儿臣和王妃就继续为您筹办寿诞之事，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您来定夺了。儿臣告辞。王妃，我们走。奴婢该死，奴婢该死，奴婢该死！王爷，刚刚谢谢你啊。那个我之前给你绣的鸳鸯手帕，你还戴着吗？我就说我的记性肯定没那么差，当时赏我的东西里头有这个。你现在懂得配合我演戏了吗？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不过这个贵妃一天不搞事情就难受，我眼皮一直在跳。你说寿诞上会不会发生什么事啊？你干嘛要担心？反正你现在和我心有灵犀，夫唱妇随。谁跟你夫唱妇随啊？你真的不用担心，我一定会竭尽全力护你周全。可是我不想成为你的麻烦。这句话你已经说过了，你永远不会是我的麻烦，你是我的软肋。那我更不能。你更不能离开我的视线。如果你真的为我好，那就更应该留下来。走。曼曼，你刚才没有受惊吧？我要替我母妃跟你说声对不起。
啊，没事儿。曼曼，你今天特意赶来，只是为了和我说母妃的事吗？二殿下，我来其实是想说，曼曼，我都知道，你性子迷迷糊糊的。你离开景王府的事情我都安排妥当了，等收到意见书，我就可以带你。我不想走了。曼曼，你说什么呀？我说，我不想走了。可是，为什么呀？傅成锦能给你的，我都能给你。可是我想要的，只有傅成锦。我从小就没有爹娘照看，凡事都得依靠我自己，不想连累他人。可是我现在找到了一个可以跟我面对一切的人，我真的很开心。二殿下，还希望你能看在过去的交情，成全我。实现。